今天我们来聊聊隔夜菜的安全谜团。许多人坚信隔夜的饭菜藏着可怕的毒素，吃了会致癌，甚至有人说冰箱不是保险箱，把剩菜放进冰箱其实就是在服毒。这些说法听起来触目惊心，到底有多少是真的？难道隔夜的菜真有这么可怕？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深入探讨，把真相完整曝光。先从一桩真实事件说起。今年202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家庭聚餐悲剧。一家9口吃了放置多日的自制酸汤子，一种以玉米面发酵制成的传统食品，结果9人全部中毒身亡。这不是都市传说，而是白纸黑字登上新闻的惨剧。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名为米酵菌酸的剧毒物质，它潜伏在发酵变质的食物中，哪怕分量微小也能夺人性命。更可怕的是，这种毒素耐高温煮沸，平常烹调的温度对它毫无办法。换句话说，你根本无法透过再热一下来破坏它的毒性。听到这里，也许你开始心惊，难道我们冰箱里那盘隔夜菜也藏着这种夺命毒药吗？别急，先别把冰箱里的剩菜全扔了，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件事，隔夜菜并不等同于有毒。所谓隔夜菜，其实指的是存放了一段时间的熟食，通常是前一天没吃完，留到第二天甚至更久。大多数隔夜菜如果保存得当，其实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我们之所以闻隔夜色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上的种种传言，加上对某些化学名词的误解。比方说，大家经常听到隔夜菜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致癌物，吃了容易得癌症。这句话够吓人了。很多人因此对任何隔夜的食物敬而远之，宁可浪费也不敢吃。然而真相是什么呢？其实亚硝酸盐本身并非直接致癌，但它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强致癌性的亚硝胺。不过要形成危险的亚硝胺，前提是体内亚硝酸盐的量非常高，而且长期累积。正常保存的隔夜菜，其内的亚硝酸盐含量往往微乎其微，远不到致癌所需的浓度。有专家做过实验，将刚煮好的30道菜分别放在冰箱冷藏约4摄氏度和室温约25摄氏度下存放24小时，然后检测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结果显示，在冰箱冷藏过24小时的菜肴，亚硝酸盐含量几乎没有明显增加，仅有轻微上升，而且数值远低于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1/3，换言之，仍属安全范围。相反，那些在室温下放了一整天的菜就不妙了。温暖的环境让细菌疯狂繁殖，亚硝酸盐也明显升高。由此可见，隔夜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保存不当。如果你把剩菜随手一放，任其在室温过一夜，那隔天早上看似完好的菜肴，其实可能已经变成细菌和化学物质的鸡尾酒了。所以我们需要理性看待隔夜菜。大多数隔夜菜只要及时冷藏，干净保存，并在短时间内吃完，其实是可以吃的，不需要草木皆兵。闻隔夜色变，像白饭、肉类炖菜、汤品，只要没有变质异味，充分加热后一般问题不大。甚至网络上流传的隔夜水、隔夜茶不能喝，其实也有误解。干净的开水隔夜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剧毒，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水是否干净，有无滋生细菌。但话说回来，有那么几种特定的食物，一旦隔夜或放置过久，风险会显著上升，以至于专家们一致建议这几种千万别留。刚才提到的酸汤子悲剧，其实就是因为碰上了其中一种高危隐藏杀手。到底是哪几种隔夜菜这么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揭晓，务必要看清楚，别再一不小心把隔夜毒物端上餐桌。第一种，泡发过久的木耳、银耳，这一条可以说是隔夜菜中的头号剧毒炸弹。木耳和银耳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黑木耳脆爽可口，银耳润滑滋补，无论炒菜还是煲汤都深受欢迎。但你可能不知道，泡发木耳、银耳稍有不慎就可能滋生致命毒素。前面提到的9人丧命，就是因为食物中出了这种毒。如果你将干木耳或银耳用水长时间浸泡，比如泡了1夜甚至更久，尤其是在室温条件下，
那么一种名叫耶毒甲单胞菌的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开始在泡木耳的水中疯狂繁殖。这种细菌会产生前面说的米酵菌酸毒素。米酵菌酸有多毒呢？科学家发现只要区区几毫克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它曾经在印尼被称为致命白米毒，因为当地人用发酵椰浆制作传统食物时多次引发集体中毒。更糟糕的是，米酵菌酸对热极为稳定，100摄氏度高温都奈何它不得。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木耳泡发过久被这种毒素污染了，就算后面用再大的火去炒去炖都无法消灭它。吃进体内，轻则几个小时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重则引起肝肾等多器官衰竭、休克甚至死亡。也许有人会问，木耳、银耳不是干货吗？平时泡发不都习惯提前泡很久？确实，许多人喜欢睡前把干木耳丢水里浸泡，隔天早上起来刚好可以下锅。这个习惯其实非常危险。也许大部分时候你没事，但那只是一种侥幸，一旦碰上细菌繁殖条件满足的情况，比如温度刚好，时间又长，剧毒就可能在你不察之际悄悄生成。国内就有发生过因泡发木耳时间过久导致全家中毒的案例。杭州有位王女士曾把干木耳放水里，在冰箱冷藏泡了1夜，隔天早上用这些木耳煮粥，一家3口吃完不到半天就剧烈呕吐腹痛，被紧急送医抢救。这一家人幸运捡回一命，但经此一役，谁也不敢再小看区区几片木耳。经化验，祸首正是米酵菌酸毒素，所幸当时食用量不大，又及时救治，才没有重演9人死亡的悲剧。医生特别提醒，木耳、银耳泡发时间务必控制在1到2小时内，最长不要超过4小时。干货建议现吃现泡，不要隔夜懒泡。泡发好的木耳、银耳如果一时用不完，一定要沥干水分，放入干净保鲜盒冷藏保存，而且最好尽快在当天用完。至于已经煮熟的银耳汤、木耳炒菜等，也尽量不要留到隔天，即使要留，也一定立刻冷藏，并于次日尽早彻底加热后再吃。超过24小时就该果断丢弃。不新鲜的木耳、银耳宁可不吃，也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木耳、银耳，其他一些富含淀粉或蛋白的湿润食材长时间放置也可能滋生米酵菌酸。例如前面那起酸汤子中毒，就是因为发酵玉米面存放太久被细菌污染。此外，有些人喜欢买整颗新鲜椰子回家钻洞插管喝椰汁，如果椰子开壳后没有很快喝完，放着放着也可能长出同样的致命毒素。所以开了壳的椰子务必尽快吃完喝完，不要隔天留。总之，任何含有高淀粉、高蛋白的食材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放久了，都可能变成细菌培养皿，产生各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毒物。其中尤以木耳、银耳最典型，也最容易被忽视，必须万分小心。第二种，绿叶蔬菜类的隔夜菜，这可以说是网络传言中的隔夜菜头号公敌。很多人一提到隔夜菜的危害，第一反应就是隔夜的青菜有亚硝酸盐，会致癌。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但也有误区。先说为什么绿叶菜隔夜容易出问题。绿叶蔬菜，比如菠菜、青江菜、生菜、芹菜、空心菜等等，在生长过程中会大量吸收土壤中的硝酸盐，并富集在叶片中，这本来很正常，对人体也无害。然而，一旦蔬菜被炒熟或烫熟后放置过久，蔬菜里的硝酸盐就可能发生化学变化，被还原成亚硝酸盐。这个亚硝酸盐本身在体内会影响血液运氧能力，让血红蛋白失去血氧功能，因此大量摄入可能导致高铁血红蛋白症，俗称缺氧中毒。特别是婴幼儿吃了含过多亚硝酸盐的食物，还可能出现皮肤发青、呼吸困难的蓝宝宝综合症，对生命造成威胁。另外，亚硝酸盐在我们胃中还可能与蛋白质分解产物结合，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许多实验证实，亚硝胺对动物有明确的致癌性，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级致癌物质。因此，大家听到隔夜菜有亚硝酸盐才会如此恐慌。不过，我们需要强调2点。第一，隔夜绿叶菜中的亚硝酸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刚才提到的实验已经说明，如果及时冷藏，
放一天之后，蔬菜中亚硝酸盐增加量其实很有限。例如，你炒一盘青江菜，马上密封放进冰箱，隔天再拿出来热，虽然亚硝酸盐比刚炒好时稍多一点点，但远不到能让你立刻中毒或致癌的程度。更何况我们平时吃隔夜菜也不会天天吃，顿顿吃，因此短期偶尔吃到一点亚硝酸盐无需过度恐慌。第二，亚硝酸盐是否转化为亚硝胺，取决于摄入量和身体情况。人体其实有一定解毒能力，维生素 C 就能抑制亚硝胺的生成，而巧的是，新鲜蔬菜里本身就富含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这些成分某种程度上能对抗亚硝胺的致癌作用。所以，新鲜蔬菜哪怕含有硝酸盐，我们正常吃也不会致癌，因为蔬菜里同时存在的维生素在保护我们。然而，隔夜再加热的蔬菜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冷藏能减少亚硝酸盐产生，但反复加热过程中，蔬菜中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已大量流失，等于失去了保护因素，使得亚硝酸盐的潜在危害相对放大。如果长期频繁地吃隔夜的绿叶菜，例如有些人习惯一锅菜吃好几天，那么亚硝酸盐的累积效应还是值得警惕的。因此医生建议，绿叶菜最好现做现吃，当餐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大量煮了，反复热着吃。特别是叶类蔬菜，隔夜后亚硝酸盐上升速度明显比荤菜快，保存难度也高。俗话说，宁胜荤菜，不胜素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真的有剩的青菜叶菜要留到隔夜，一定要尽快用干净容器分装并冷藏，而且尽量在第二天早上或中午前就吃掉，不要拖到第三天。拿出来吃之前，记得彻底加热滚透，能减少部分细菌和酶的残留作用。至于隔夜蔬菜会不会直接导致癌症，倒不必过度联想。一两次吃了隔夜青菜不会让你立刻生病，但长期养成吃剩菜的习惯，却可能因营养摄取不足、亚硝酸盐累积等因素对健康不利。所以，与其担心隔夜菜会不会致癌，不如每天都把新鲜蔬菜乖乖吃光，既营养又安全。第三种，隔夜的凉拌菜。不少家庭或餐馆喜欢做凉拌菜当作开胃小菜，清爽不油腻。然而凉拌菜千万不要隔夜。这里说的凉拌菜，包括各种没有经过长时间高温烹调的凉菜和沙拉，比如凉拌小黄瓜、凉拌菠菜、凉拌木耳、皮蛋豆腐、凉拌海蜇、凉拌鸡丝等等。这类菜通常制作过程是先将食材处理，有的稍微汆烫，有的直接生用，然后加上蒜泥、葱花、辣椒油、醋等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做凉拌菜讲究一个凉字，拌好后不会再上火加热杀菌，所以注定了它们对微生物特别敏感。食材本身或多或少都带有细菌孢子，再加上调味汁通常盐分浓度并不算太高，不像腌菜那样高盐可以抑菌，反而提供了湿润又富含营养的环境，非常利于细菌滋生。可以说，一盘凉拌菜从拌好的那一刻起，就在和时间赛跑，尽快吃掉。它是美味开胃菜，放置过久，它就可能变成看不见的细菌培养皿。许多人以为拌好的菜放进冰箱冷藏就没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冰箱温度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繁殖，却不能让它们停止生长，更杀不死已经存在的细菌。尤其是有些嗜冷菌在低温下也能慢慢增殖。其次，凉拌菜从拌制到进冰箱，中间往往有一段在室温暴露的时间，很多人可能吃不完就把整盘菜连汤汁一起一割，等到饭后收拾才放冰箱，这中间可能过了2-3个小时，细菌早开 party 了。即使马上冷藏，由于初始细菌并未清除，在冰箱里存放1夜后也可能数量翻倍。医师提醒，凉拌菜隔夜后细菌数量容易超标，在吃进肚子里就有引发食物中毒的风险。曾有研究检测发现，凉拌黄瓜在室温放置6小时后，每克菜里的细菌数量竟高达100万级别。难以想象我们隔天再吃下肚会发生什么。即使看上去闻上去没变质，那些汤汤水水里其实可能已经暗藏数不清的细菌了。那么隔夜凉拌菜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呢？常见的是急性胃肠炎，
细菌大量进入肠胃，轻则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严重时细菌还会产生肠毒素，引发发烧、脱水，甚至可能侵犯血液，造成败血症。某些情况下，如果凉拌菜受到的污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产毒菌，即便后来你把菜再加热也于事无补，因为这类细菌分泌的肠毒素耐热耐煮，煮开了细菌死了，毒素还在，吃了照样中招。曾有年轻小伙吃了隔夜没放冰箱的凉拌豆腐，结果感染肉毒杆菌毒素，严重的神经中毒导致肢体瘫痪，险些丧命，让人大开眼界。原来小小一盘凉菜也有如此威力。当然，这是罕见极端案例，但足以为戒。我们平常最常见的情况，其实是聚餐吃剩的一盘沙拉或拌菜，贪嘴隔天接着吃，然后肚子翻江倒海，上吐下泻，把前一天吃进去的东西全数奉还。这种苦头相信不少人都尝过，所以专家建议，凉拌菜一定要当天做，当天吃完最好在室温放置不超过2小时。如果实在吃不完想留着，务必立即用干净的密封盒装起来冷藏，但就算冷藏过夜再拿出来，也请三思而行，能不吃还是别吃了。如果觉得浪费，那至少也应该充分加热一下再吃。虽然凉拌菜加热口感全毁，但安全起见，总之凉拌菜隔夜风险高，不值得拿健康去冒险。下次做凉菜时量少一点刚刚好，避免剩菜残羹在冰箱里变成细菌沙拉。第4种，未全熟的蛋类，溏心蛋、半生蛋。早上很多人喜欢来颗溏心蛋配稀饭，或者日式拉面里少不了那枚溏心蛋。西式早餐还有硫磺蛋、太阳蛋，蛋黄微微流动，口感最佳。然而这种半生不熟的蛋，隔夜后极容易变成细菌乐园，存在非常高的食物中毒风险。鸡蛋内外其实都可能带有沙门氏菌等病菌。正常情况下，新鲜鸡蛋带菌量极低，煮蛋时只要煮熟，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分钟，大部分细菌都会被杀死。我们现煮现吃溏心蛋之所以大多没问题，是因为当下吃，即使蛋黄里还存活一点细菌，量少人体免疫系统也能轻松应付。而且刚煮好的溏心蛋中间温度也许没达灭菌标准，但蛋壳外部的细菌已因煮沸基本清除了，所以短时间内吃掉通常不会发生感染。可是一旦这颗溏心蛋煮好后放置时间过长，问题就来了。试想，蛋黄里如果有极少量沙门氏菌幸存者，当温度降到适宜时，比如室温甚至冰箱里的冷凉环境，它们就开始繁殖了。别忘了，蛋黄是一团高营养的完美培养基，蛋白质脂肪一应俱全，细菌极其喜欢这种环境。在室温下放几个小时，细菌数量可能翻几番。即使放冰箱，由于溏心蛋并非全熟，其中水分养分充足，也难保没有顽强的细菌在低温缓慢生长。另外，溏心蛋通常没有蛋壳保护，多半已经剥壳或切开，更容易受到外界细菌的污染。综合这些因素，一颗隔夜的溏心蛋看似完好如初，里头其实可能藏着数以万计的细菌呢。吃了被细菌污染的蛋会怎样？沙门氏菌是最常见的罪魁祸首。人在吃下大量沙门氏菌后，通常在6到12小时内开始发病，出现恶心、呕吐、剧烈的腹绞痛，随后腹泻如水，一天跑厕所10几趟，小则脱水，大则可能因肠道感染跑到血液里，引发败血症或严重的全身性感染。有些抵抗力弱的老人、小孩，甚至可能因为一次严重的肠胃炎上吐下泻，出现休克、电解质紊乱等危及生命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那些街边摊贩卖的溏心茶叶蛋，如果没卖完，放了一夜又继续卖，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此，半熟的蛋绝对不建议隔夜食用。溏心蛋应该现煮现吃，吃不完也不要心疼，那1口2口剩蛋黄还是扔了吧。如果家里煮了好多鸡蛋，打算慢慢吃，请务必煮全熟，蛋黄凝固那种，再冷藏，并尽快在2天内吃完。全熟的带壳水煮蛋放冰箱可以保存稍长一点点，但也不宜超过1周。而且剥了壳的熟蛋更要尽早吃掉。至于生鸡蛋调制的美乃滋、生鸡蛋奶昔、温泉蛋这些生食或半生食的料理，更是要当餐吃完，千万别隔夜留。
因为只要几小时，细菌就可能滋生到危险的程度。不够熟的蛋类是病菌高风险温床，一旦放凉时间过久，就要特别小心。讲完了以上4种毒性超强、极度危险的隔夜菜，总结一下，它们分别是泡发过久的菌类、木耳、银耳、绿叶青菜类、凉拌菜以及半熟蛋类。这4类要么就是容易滋生特殊耐热毒素，要么就是极易成为细菌天堂，要么本身含有特殊化学隐患。对于这几种食物，我们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存着隔夜吃，能当餐解决就当餐解决，以免因小失大。很多时候看似节俭省下一盘菜钱，最后却可能付出昂贵的医药费，甚至危及生命，实在得不偿失。或许有人会问，难道除了以上这4种，其他隔夜菜就100%安全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么绝对。任何食物如果保存不当，隔夜后都可能变质出问题，只是程度和风险大小不同。我们能做的是尽量降低风险，安全地保存和食用剩菜。专家也提供了安全食用隔夜菜的几大原则，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首先是留荤不留素，也就是说，宁愿剩下肉类、鱼类等荤菜，尽量不要剩绿叶蔬菜等素菜，因为荤菜普遍比素菜耐放一点，隔夜后也不会像青菜那样产生太多亚硝酸盐。比如红烧肉、炖鸡汤，隔天热透了吃问题不大，但炒青菜、凉拌菜还是尽量吃多少做多少，不要留。第二是提前分装，及时冷藏，这点很重要。很多人吃完饭剩菜习惯放桌上凉透了再放冰箱，甚至忘在餐桌上1-2个钟头才想起来收拾。其实菜刚煮好时温度高，里面细菌数量是最少的，这时候及早把吃不完的部分用干净器皿盛出，盖上保鲜膜，待温度稍降但还有点余温时，就赶紧放进冰箱冷藏，不要等到完全冷透，甚至放到明早，那时细菌早就爬满整盘菜了。记住，冰箱不是万能保险箱，但低温能极大延缓细菌繁殖，关键是要抢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就冷藏，争取先发制人。第三是缩短存放时间，简单说就是越早吃掉越好。冰箱冷藏只能减慢细菌生长，并不能把时间凝固。很多实验发现，大部分熟食在冰箱放超过48小时后，风味口感就开始明显变差，细菌数量也在慢慢上升。因此建议隔夜菜最好在第2餐或第2天就吃完，最迟不要超过48小时。超过2-3天的剩菜就别心疼了，果断清理掉。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高危类型食物，能不留就不留，绝对不要存放2天以上。最后是彻底加热，避免反复加热。吃剩菜前一定要加热至全程沸腾3分钟以上，务必要让食物中心也达到100摄氏度滚烫状态，才能把其中绝大多数的致病菌杀死。微波炉加热的话要注意加热均匀，多翻搅几次，确保没有冷点。如果是汤汁多的菜，一定要煮滚透了再喝。不少人嫌麻烦，随便热一下就吃，结果吃出事来后悔莫及。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剩菜只热你要吃的那一部分，不要整锅拿出来，热了又放回去，又重复热。反复加热不但滋生细菌的风险更高，还会让食物反复进出危险温度区间，营养流失和腐败速度都大大加快。所以每次从冰箱取出你吃得了的量，加热后吃完。如果一锅菜分几次吃，就分装成几份保存，每次拿1份出来热，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食物安全和风味。掌握了以上原则，我们就能既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又把吃隔夜菜的风险降到最低。正确认识隔夜菜的安全性非常重要，既不要被网络谣言吓得草木皆兵，把所有剩菜一律倒掉，也不要不在乎科学警告，对那些确实高风险的隔夜菜掉以轻心。聪明的做法是了解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怎样保存和处理才安全。简而言之，隔夜菜能不能吃，关键取决于食物种类和保存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方法对了，隔夜菜并没有洪水猛兽般可怕。但少数几种食物一旦处理不当，确实可能产生超级毒素或大量细菌，这绝非耸人听闻。我们已经把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接下来就看大家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最后总归一句老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珍惜粮食没有错，但也千万别因小失大，拿健康开玩笑。如果拿不准某样剩菜是否还能吃，与其心存侥幸硬吃，不如果断丢掉来得安全。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对隔夜菜有了更科学理性的认识，既不浪费食物，也不让自己陷入食品安全险境。下次面对冰箱里的剩菜时，心中有谱，从容应对，该留的留，该丢的丢，安全美味两不误。记住，健康永远比那一点点剩菜更珍贵。我们只有一条命，别让一盘小小的隔夜菜成了大大的遗憾。